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经历一场大溃败后，普大帝终于做出了改变，他决定将战场升级。莫斯科时间9月21日晚上8点，普大帝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。这场讲话预示着俄乌战争从第一阶段正式转入第二阶段。如果说第一阶段是轻敌与客气，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加大动员，正视敌人。普大帝这场全国讲话有几个重点：第一是进行部分动员；第二是推测顿涅茨克、卢甘茨克、扎波罗热、赫尔松四地的全民公投，未来并入俄罗斯领土；第三是俄全境所有军工业进入战时状态，政府加大投入，确保军工满负荷生产。这三个重点都指向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俄罗斯打不下去了。如果再不升级战争，俄罗斯就会彻底失败。所以必须在兵员上部分动员，军工上满负荷运转，同时对占领区进行全民公投来确保合法性。如果俄罗斯一阶段打得顺利，则根本不需要再搞这些。那么什么叫部分动员？部分动员和总动员的区别在哪儿？就目前来看，部分动员就意味着要征召预备役了。俄军预备役大约200万，而俄军的兵源问题一直很突出。俄罗斯有3大块兵源：一合同兵，2义务兵，3预备役。俄乌战场上15到20万俄军大多是合同兵，也是最能打、经验最丰富的兵。义务兵这块就是每年征召的，18到27岁男性公民去服役，服役一般为18个月。但在第一阶段，普京规定禁止派义务兵去俄乌战场。第三块就是预备役，预备役大概200万，逼急了俄能动员2500万人。不过俄国防部长表示，先动员30万预备役来补充兵源。普大帝宣布将战争升级，开始动预备役。如果30万预备役还不行怎么办？会有下一批30万、50万甚至100万吗？普京这段讲话直接掀起了莫斯科的逃难潮。莫斯科飞境外的机票价格大涨，手慢的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机票了。估计再接下去，俄罗斯网上的热搜问题就成了为什么飞机上没有站票？这也不意外，宣布动员令，就算是部分动员，先派个30万预备役上战场，但谁又愿意去呢？不想去的都怕成为下一批被动员的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俄资本市场也是吓惨了，一根大绿棒砸下来，股民头都晕了。毕竟战争态势将升级，谁不怕？那么有个问题，普大帝只宣布部分动员，为什么不宣布真正的总动员呢？毕竟前几天车臣首领卡德洛夫就曾责怪俄军战略错误，应该一上来就总动员才对。至于原因，一个大问题就在于生产力，俄军军工负担不起那么大的生产力。俄罗斯被西方全面制裁，没有大国愿意对俄提供实质性帮助。普大帝之前呼吁中亚那些斯坦国家出兵援俄，可你见哪个斯坦出兵了？为俄罗斯出兵的只有白俄和车臣，谁愿意来帮俄罗斯？嘿嘿，根本没有。关于这一点，俄国自己的专家比外面人更清楚。总动员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所有东西都要为战争让路，更多的士兵意味着更多的军备生产，而其他技活动就要大幅度停止，一切只为战争服务。再讲直白点，总动员就是老百姓真正苦日子的开始，经济会大幅凋敝，人民生活水平会不断下降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国家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末路就不会总动员。俄国上次总动员还是纳粹入侵，那时国家都要亡了，必须总动员对抗纳粹。而反观希特勒也总动员过，希特勒总动员的时间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，也就是1943年。有人说，如果希特勒打苏联前就进行总动员的话，那苏联就拿下了。可事实是，总动员是剂毒药，特别毒的毒药。总动员往往和一个东西紧密连接，那就是信念，一个正义的信念。苏联总动员是为了保家卫国，国家生死存亡，这时候百姓就会愿意大幅度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，甚至牺牲生命去服从总动员。可如果在没有正义信念的前提下就进行总动员，则极易造成内部动乱，军队哗变，甚至统治者被推翻。普大帝说，俄乌战争是一场消灭新纳粹的正义战争。可事实上呢，多少人认同这是场正义战争呢？俄国境内又有多少人认同呢？如果无法得到境内绝大多数百姓认同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话，那宣布总动员就单纯等于要让百姓过上苦日子，百姓生活水平大幅降低。到时候等待普大帝的会是什么？不用说也知道。这也是为什么普大帝不敢宣布总动员，而只能说部分动员的原因。普大帝电视讲话的第二个重点是要支持卢甘斯克、顿涅茨克、赫尔松、扎波罗热四地的公投。这跟当时占领克里米亚的路数一样，先占领再公投，紧接着宣布并入俄罗斯联邦。
可现在和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最大的不同是，乌克兰已不会妥协，并且西方已全面介入。仗打到今天，已经看不出俄乌双方有任何谈判与协商的可能，战争已经向长期化、僵持化发展。普京现在宣布支持四地的公投，对战争没有本质的影响，但他可以通过对这四地的公投宣布一次胜利。如果那四地真的公投成功并入俄罗斯了，普京至少可以宣布我们赢了，甚至像当时克里米亚一样，他亲自去顿巴斯发表演讲，在短期内拉抬个人形象和支持度，让俄国人感受到所谓的俄国崛起。可这次和克里米亚不同，战争会一直打下去，连吞乌克兰四地，也将让俄乌双方失去任何谈判可能，最终只能在漫长的战争中一决高下。另外，在国际上也不可能有主流国家承认这四个地方所谓的公投，美国第一个就不会承认，比如德州动不动就要闹独立，你看美国政府理他吗？不光美国，苏格兰叫嚣着要独立，你看英国现在敢给苏格兰公投吗？加泰隆尼亚大多数人都支持独立，西班牙还不是一直死死拽着，国际上根本就反对主权归属，仅靠当地人公投就能决定的。所以让那四地搞公投，纯粹就是普京为了拉抬自我威望所做的动作，对于实际的战争没有本质影响。而最后一个全国讲话的重点，则是关于军工生产力的。俄全境军工业进入战时状态，所有军工厂满负荷生产。看到这个宣布，我们就会明白，俄罗斯已经不是苏联时期的钢铁洪流了。俄军久久吃不下乌克兰不提，这个月还来了几次大撤退，仗打了半年，军事装备也吃紧了。此时唯有借着宣布部分动员令，军工进入战时状态，才能全面的展开资源整合，最大的提高军工生产力。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敢卖武器给俄罗斯，俄罗斯只靠自己，但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军工生产力，而是民心生产力。民心的建设是比坦克大炮更难制造的。就在前几天，俄罗斯还高调修改了战争动员法，修改内容规定，自愿被俘人员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这么改当然是为了禁止士兵动不动就投降，并且如果不是投降的士兵多到一定程度，根本不会费这么大的动作去修改法律。那么为什么俄军士兵会自愿投降呢？说到底还是战斗意志薄弱，士兵不知为何而战，我在这儿冒死打这场仗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么个灵魂拷问一旦产生，会对士兵的战斗力产生巨大影响。目前俄国在民心生产力上并没有使上劲儿，当然可能也很难使上劲儿。最后这次普大帝的全国讲话宣布俄乌战事升级为第2阶段，对整场战局意味着什么？胡立军认为并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影响，俄罗斯既不会速胜也不会速败，同时也无法创造决定性的胜利条件。这次的部分动员只不过是解开了部分束缚的手脚，补足俄军的一些短板而已。俄乌战争已经是一场俄方与北约的总体消耗战，在军事上与经济上，一旦战争变成了一场总体消耗战，那就会一直打到某一方的战争潜力和战争意志消耗光才能产生结果。对于消耗战而言，影响最终成败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双方的战损比、对敌杀伤的费效比、己方的损失数量、经济的持续能力、生产力的源源不断输送、后勤物资的供给等等。普大帝这次进行部分动员，只不过可以解决最后2个因素，但是并不能改变其他的战争因素。在战争前一个阶段，俄军依靠大量火炮对乌军产生了较为压倒性的优势，而随着海马斯对俄军的弹药库精准打击，俄军的火炮优势立刻就被大大削弱，因此火力军才认为这对战局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影响。而俄罗斯的动员令对世界意味着什么？火力军认为，俄乌战争升级为第2阶段，美国作为隔岸观火的最大玩家，只要保持稳定不间断的对乌援助，欧洲战火就会继续烧。如今欧洲快成火坑了，这个火坑主要是指生产成本高的让所有大企业都不可能接受。俄乌战争打得越久，欧洲能源成本也就越高，能源成本越高，企业生产成本也越高。法德两国持续暴涨的能源成本，怎能不让企业害怕？政府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你补给，可长期又能持续多久？如果俄乌战争长期化，政府光补贴民用就是巨大开支了，更别提补贴企业，所以都会去外面找活路，转移生产线，加大境外投资，是欧洲企业要考虑并已经正在做的事。而当欧洲大企业因成本过高而开始外迁潮时，首选的就是远离战火的美国。欧洲打得越乱，美国有机会接手欧洲的企业就越多，欧洲被美国绑上了战车，欧盟实质也已丧失了其他选项，只能和俄国死拼到底，一条道走到黑。所以美国大概率会是笑到最后的最大受益者。
因此，按照如今的形势，火力军认为，俄罗斯动员与否都意义不大，反而只会加速俄国的经济恶化，并壮大美国。普大帝与其死鸭子嘴硬，非要盯着自己的脸面不放，不如赶紧找个借口与乌克兰和谈，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认为宣布的动员令是否会对战局起到作用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